深度分析，临江仙就会左右脑互搏。花如月认为神该有大爱，白九思认为神应该独善其身，没有对错。所以这就是无解的命题。先来站在李清月视角来说，从始至终都是白九思谋取他的力量而设的局。白九思提议去凡间历劫，花如月答应了，但是因为他对人是有怜悯之心的，所以会插手人间事。这算是因为白九思的提议介入了花如月的因果，花如月入了世，介入了凡人的因果，去杀了汉龙，回来后跟自己丈夫讲述，其实凡人并不平凡，结果丈夫要封印她的法力，后面就是没了法力，但怀了孩子，然后独自生子抚养孩子，孩子重病，求神无门，最后永远长不大了。徒弟为了保护他也死了，他自己被火烧被活埋。其次，李清月主张冤有头债有主，所以几百年后的凡人不是他报复的对象。至于400年前的那些凡人，我猜测花如月肯定是会对付那些人的，而且400年前肯定也有凡人帮助过花如月。所以在女主不知道真相之前，白九思在她那里就是个渣男。凡间10年，花如月从什么都不懂的千金大小姐，而且他们身为神是不懂恶的，看白九思跟没有法术的状态，能猜到花如月到底有多难了。而且她还怀着孕，自己努力适应没有法术的生活，逐渐变成精通厨艺和女工的合格凡人，甚至生产时难产也承受了石化的痛苦。而且她在人间受到了孟长琴的照顾，但是邻居会对她各种指指点点，也经历了白九思经历的被污蔑成妖怪、火烧、活埋，孩子生病无人肯救治等等。可想而知花如月在人间是有多难了，只是现在都没有用画面呈现，观众感受不到当时的震撼。所以花如月的棋局就是要让白九思重新爱上，然后进入自己的棋局。所以花如月成为李清月演的那出戏，就是为了试探男主是否爱她。如果还爱，那后续棋局很容易展开；如果不爱，就先让他爱上李清月，再展开棋局，然后站在男主视角。白九思的观点和做法，我也觉得他不仅没什么错，而且在他的视角里已经是比较完美的做法了。我觉得神就好比法理，就是应该无欲则刚，爱则苍生，对世间万物都保持生死有命的观点。但是在剧中，白九思不怎么爱世间万物，只爱女主。花如月虽然爱世间万物，但是由于他的爱分给了很多人，所以没有私心，他又变成了理智公正的一方。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阴与阳，就是有大爱的女主不爱护自己，被反噬屡次，依旧会救凡人。白九思一直是以花如月安全为主，结果花如月去弑神之后，他无可奈何，只能封印女主的法术，并且把钱财房子都留给她了，独自去玄天替花如月承受刑罚。这其中并不知道有孩子。白九思甘愿入局，也想知道女主为什么这么恨他。所以我又觉得白九思没有那么大的罪过。站在白九思的视角，就是他虽为神士，可以随手帮助凡人，但是并不能随意插手他人的死亡，否则会乱了三界的平衡。所以说这部剧其实是有更深度的思考。神爱苍生，这个苍生不止人族呀，万物皆有灵，世间有成住坏空4大劫难，因果循环生生不息，乃是天道所在。花如月私自插手别人的因果循环，会干扰天道运转，天道运转无序的话，或是更多呀。白九思和花如月私自下凡度情劫来飞升，是一切开始的因。花如月随便插手他人的因果，白九思插手花如月的因果，一环扣一环，他们经历的各种苦难便是一切结束的果。剧中多次强调天道有序，因果循环，说的就是神不该为一己私欲，神的力量太强大了，神仙真的不该动情，有喜恶便会有失偏颇。汉龙导致干旱是体质导致，也是事出有因，也是天道对那方人族设的劫难。花如月觉得天道不公，所以是神，但是天道就如宪法出设一样，最开始是符合苍生利益的。蝼蚁本身就是苍生中的一族，神还是天道眼里人族和蝼蚁花鸟鱼木都没有区别，万物皆有灵，都是苍生中的一宿，这是一视同仁。花如月使用法术救人和人产生因果，而且天道有序，因果相互的，万物才能生生不息。对天道运转的干预会在不为人知的时间或者地点造成其他的伤害影响，这也是白九思为什么觉得花如月错的最大原因。因为汉龙的出现是为了治水，就像有光必有影，万物的存在都是有必要的。最后孟长琴能以凡人之躯杀神成功，看似人定胜天，
其实也是天道允许的，是对汉龙作为神却导致人族饿殍千里的惩罚。所以说，其实这是无解的命题，女主爱世人没错，男主爱女主也没错。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点赞、评论、订阅，我们下期再见。